我们今天爬的这个地方，海拔4500米，一个很高的地方。今天爬这个地方不同于以往，以往是爬到山顶去看风景、看东西。今天我们爬上山是去看藏族的一个传统的丧葬——天葬。在藏族大部分人死后都是采用天葬的形式。 其他的还有水葬啊、土葬啊什么之类的，但他们都用的很少。什么是天葬呢？不是把人抛到天上去就叫天葬，是人死后请那个高僧大德念经超度，超完度以后呢，就运到专门的天葬台。天葬台一般都是在高山上，放在那儿会有天葬师 来举行天葬仪式，太累了，海拔太高了，太累了。那天葬仪式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因为我在2016年的时候在色达待了40天，看的天葬看的非常多，所以大致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个仪式啊。当初呢，色达那个天葬台呢也是开放的。 就是允许游人参观的，所以我看了很多场天葬。他们天葬的总是怎么进行的呢？就是人死了过后，请喇嘛超度嘛，念经超度。一般呢要超度几天以上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人一旦放上几天，尸体就腐烂了。在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专门吃这种腐烂的尸体，没错。 就是秃鹫。天葬的时候，就是把人的尸体放在天葬台上，然后让秃鹫来吃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丧葬仪式呢？这跟他们那个宗教有关啊。因为藏区嘛，基本上都是全民信奉藏传佛教。在藏传佛教当中，秃鹫是空行母的化身就是一个神的化身。 如果让秃鹫吃了你的尸体以后，秃鹫不是往天上飞嘛？那么就是把你的灵魂带到天上去了，就是上天堂的意思。而且还有一个意义就是，如果把我们的尸体给秃鹫吃了以后，秃鹫吃饱了以后，它就不会去伤害其他的动物嘛，所以也是一种功德。但是天葬画面由于比较血腥所以其实我原来也拍过，就是在色达的时候拍过一些天葬的画面。 但是都是在节目当中都是没有采用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又来到了一个天葬台。这个天葬台就是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直贡梯市。据说这个天葬台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天葬台。一个是印度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直贡梯市这个天葬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快接近天葬台了，看到后面的那个 黄色的告示牌了吗？上面写着“严禁拍照和摄影”。觉得他们这个天葬台的话做的还是比较隐晦的，是吧？不像色达那个天葬台是完全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。太辛苦了，我待会儿拍一点，然后顺便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直贡梯市的历史。初闻天葬这种形式，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，想到的都是恐怖血腥的画面。 通过在色达停留的40多天，我试图去理解这种丧葬形式。其实死亡并不可怕，是我们无法直面死亡才产生的畏惧。在藏族人的天葬仪式中，家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会站在天葬台边上观看整个天葬过程。他们相信秃鹫把亲人的骸骨吃得越干净，人们就会越快抵达天堂。在他们的信仰中，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，死亡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。 最近我没怎么更新视频，主要就是在研究藏传佛教。我试图弄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宗教，是教人为善、讲究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，还是自我救赎、求个好来世的小乘佛教，又或者只是统治阶层奴役百姓的精神枷锁？看的资料越多，我越发迷惑。宗教信仰的好与坏，争论了上千年，谁也无法说服谁。就算是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，很多科学家依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。
在藏区旅行，藏传佛教自然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。藏传佛教的流派众多，这其中还有政教一体的复杂问题。这几天看资料看得我十分头疼。今天我们抵达的这个直贡梯寺，它是藏传佛教4大8小之一的小派直贡噶举派的主寺。据说这个教派僧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8万之多，也算是辉煌一时。而藏传佛教政教一体一个教派的兴起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政治利益的冲突。直贡噶举派创立后，就与其他教派发生过多次战斗。自从宗喀巴创立格鲁派，并成为藏区最大的教派后，直贡噶举派遭到了格鲁派的打击，最终臣服于格鲁派。今天我们在藏地旅行，表面上看到的是一座寺庙，其实它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。就这样一座建在海拔4400米半山腰上的寺庙，无论是建筑工艺、施工难度，当地的其他任何建筑都难以企及。随着西藏旅游热的兴起，人们都有一种探索神秘的欲望。藏传佛教中那些神秘的密宗修行法门，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说起神秘的东西，我们就得说说当地的一个神秘温泉。这些藏民带着行李被子来到这儿，不是因为他们家住在这儿，而是他们要去泡这里的温泉。据说这里的温泉能治疗多种疾病，很多人慕名而来这里泡温泉治病。短的一个疗程泡1个星期，长的干脆住在这儿泡上1个月。这个海拔4500米、群山环抱的村子叫做德仲村，这里的温泉也就得名德仲温泉。这座天然温泉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每天都有很多的藏民从各地赶过来泡温泉。你没有看错，这座温泉是露天的，而且男男女女必须裸泡，随便站在哪个地势高点的地方，温泉内部一览无余。所以来这儿泡温泉的多是藏族人，很少见到外地游客。而经常在这儿泡温泉的人们对这种裸泡露天温泉早已习以为常，反而我们这种犹犹豫豫不敢进去的显得十分怪异。我在温泉边遇到一对父子，他们是从隔壁的工布达江县赶过来，泡完温泉当天就回去。据他说，泡这儿的温泉对骨头方面很有好处，他经常过来泡。在温泉的简介中，我还看到温泉里有药蛇，心里不禁发怵，我是怕蛇的呀。正当我犹豫之时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冰雹。如果这时泡在温泉里，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冰火2重天了吧。一阵冰雹过后，我们现在回到了停车场。虽然都准备了东西，还有水，但是我没有下去泡哈。为什么不下去泡呢？虽然很想下去试试，但是我实在是这个温泉有点难以接受啊。最后提供点交通信息：直贡梯寺和德中温泉相隔不远，只有几公里。从墨竹工卡线过去，路况十分差，路面全是炮弹坑。直贡梯寺门票每人30块钱。德中温泉分为上、中、下3处温泉，中下2处温泉被旅馆围起来了，给住店的客人泡。大部分人是去上温泉，这个温泉免费泡，只收每天10块钱的停车费。不过记得要裸泡哦，如果穿泳衣泳裤下去会被当地人制止。听说是风俗原因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是治病的药泉，他们害怕其他物质进入泉水影响功效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分享、订阅我的视频频道。我是培根，10年旅行跟书带你看世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